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你有没有想过，那些站在顶峰的人，他们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完美吗？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可能让你感到震惊的话题：成功的人都是混蛋吗？这期视频我会带你一起探索成功背后的阴影，请记得一定看到最后，我相信会对你有很大的触动。嘿，朋友们好，欢迎来到野蛮进化，一个帮助你从思维上打破认知枷锁，帮助你不断在两性关系以及事业发展中提升个人价值的频道。在这期视频中，让我们聊聊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唐纳德·川普。爱他的人爱得要死，恨他的人恨得要命。但不管怎样，你不能否认，这家伙是个成功人士。他的言论，他的行为，总是能引起轩然大波。那么，他成功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不聊政治，也不谈商业，我们来聊聊他的人格特质，那个在普通大众眼里充满负面色彩的另类特质，那个造就他的商业帝国和坐上总统宝座的内在推动力。你知道吗？川普身上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特质，其实在很多顶尖成功人士身上都能找到影子。这些特质有时候在普通人眼里看起来可能是负面的，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通往成功的钥匙。那么这些特质到底是什么呢？别走开，我们慢慢聊。在深入川普的世界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与这些特质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种人格特质——高宜人性。听起来很温暖的一个词，但是我得告诉你，这个特质可能是很多人在职业上和人际关系中取得成功的绊脚石。我们要先从一部日剧说起，这部日剧叫《我们无法成为野兽》。新垣结衣扮演的女主角从第一集开始就背着老好人的包袱，她明明是销售助理，却做着4、5个人的工作，从订机票到产品发布，什么都是她来做，因为她是老好人啊。她一人做着4、5份人的工作，就连最后辞职都没有人替她感到有什么可惜。在职场上，老好人真的有用吗？加拿大心理学家 Jordan Peterson 给出了答案。他把这种性格定义为高宜人性。那些更在乎别人情绪、感同身受、同理心强的人，就是高宜人性人格。这种人通常和他人和睦相处，愿意配合他人，随和，值得依赖。听起来是不是很棒？但是等等，这真的是好事吗？ Peterson 警告我们，如果你是这样的人，请时刻保持警惕，因为剥削你实在太容易了。是个人都能指使你做事，全世界都恨不得排着队来欺负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Peterson 在访谈中曾经说过，高宜人性的人很难在职场上获得成功。他描述说，在很多大型公司中，大量雇佣了高宜人性的雇员，其中大多数为女性。他个人的经验是，在很多大型机构中，假如你想要高产能的剥削员工，你会雇佣高宜人性的女性，因为她们任劳任怨却毫不归功于自己。这种现象令人厌恶却非常普遍，通常需要宜人性很高的工作，薪水都是很低的。基因注定了女性要为婴儿付出很多，但这在现实社会上行不通。心理治疗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是，虽然人们出于不同原因来接受心理治疗，但最经常遇到的原因是他们的宜人性太高了，所以他们会经常接受有关自信心的训练。当然，他们需要训练的并不完全是自信心，而是学习如何为自己争取权益。在中国也有句俗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话听上去像句牢骚，不过确实有数据支持。美国康奈尔大学劳资关系学院的一项调查中，分析了职场人员的宜人性特征后发现，高宜人性的员工的薪酬比带刺儿的员工低18%。这个调查结果真让人心寒。这个社会怎么了？原因很简单，你的薪水取决于你解决问题的层次，而不是做了多少工作。除了高宜人性影响了薪水之外，还会影响一个人的职场关系。主要原因有2个。第一个，不会拒绝那些不合理的工作要求，导致精力分散，无法聚焦于真正高价值和高难度的事情，产出效能低，自然就不会有重要的业绩和产出。对于只问功劳不问苦劳的职场，显然是吃力不讨好。第二个，过分在乎他人认同，自我认同感低，这样的人反而在职场关系里得不到真正的尊重，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他的付出，觉得理所当然。
真正的职场关系从来都是势均力敌，交换价值。组织心理学专家 Timothy 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结果发现，宜人性和外部的职业成功高度负相关。这说明老好人其实就是失败者的代名词。你要为自己的观点代言，没有必要太在意别人是否觉得你好。关于这点，乔布斯就是最大的一个反面例子。他不宜人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但他却取得了让人叹为观止的成功。好了，朋友们，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前面说的都是危言耸听？那我请你闭上眼睛想一想，你的身边是不是经常看到这种现象？又或者你本人就是这种人？ OK， 接下来我们来揭秘那些顶尖成功人士的秘密武器，也就是与高宜人性完全相反的人格特质——精神病态人格。如果你看过《沉默的羔羊》，或许你也会被吃人的汉尼拔医生吸引。冷静、高智商、神秘莫测，唇角一抹尽在掌握中的微笑，纵使知道他的危险，却依然让人沉醉。这种阴影里的角色，不仅会引来迷妹的尖叫，这种精神病态人格也能撩到心理学家的敏感点。这些特质不光是关在监狱里的精神病态的犯人具有，就如《沉默的羔羊》中的汉尼拔，实际上那些成功人士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些特质。英国精神病专家达顿对此做过大量研究，越是成功的人士，越是顶尖的专家，他们精神、性格上的缺陷就越大。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伟大的科学家、政治精英、商业成功人士、艺术天才、投资大师，这些超凡成就的人几乎都具有异于普通人的精神病态人格。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人格，才成就了他们。具体看，就是精神上和性格上不同寻常的一面。比如以自我为中心，极度自恋，完全不在乎他人看法，缺乏共情能力，独立、专注，不会感到悔恨，冷漠无情和喜欢操纵他人，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于常人，对危险敏感度低，导致行事大胆，喜欢冒险，具有非凡的说服力，魅力十足。不过值得说明的是，很多精神病态的犯人身上也会有这些特征，只不过与那些成功人士不同的是，精神病态的犯人身上的那些反社会要素，即无法无天、暴力、冲动等特质的旋钮被调到了更高的位置上。我们可以把精神病态的各种特性想象成混音台上的旋钮，如果你把反社会要素的旋钮都调到很大，那么极有可能你是被关在监狱的精神病态犯人。相对应的，如果某些成分如无畏、专注、冷酷、坚韧不拔等调的比其他成分高一些，那么就极有可能打造出一位能力超群的成功人士，无论是在政治、商界、艺术或是科学领域。很多研究似乎也证实了这个混音台理论，成功型精神病态与犯罪型精神病态之间的界限，与精神病态的诸种特质是否存在无关，而与这些特质的程度及其相互混搭的方式有关。这些特征的程度不同以及混搭方式，可能导致他们坠入深渊，或者取得成功。爱说谎、强势、无情和自大是精神病态者的职业特征，在他们的人格列表中，冲动、不负责任等都毫无意外地包含在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精神病态人格者的强大能力让他们的人格分值转负为正，也正是因为能力超群，他们有着不可动摇的自信和对逆境漠不关心的魄力。调查结果非常有趣，多位美国总统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精神病态人格特征，其中为首的是肯尼迪和克林顿。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 CEO 中具有精神病态人格的人占有很高比例，尽管他们缺乏同情心，但表现出十足魅力和很强的操纵欲。这些特征可能会帮助他们爬到公司高层。乔布斯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但凡他自己坚持的东西，不论是谁也别想劝他回头是岸。如果乔布斯没有能够帮助苹果东山再起的话，他一定会被人描述成一个权力欲爆棚、擅长操纵和无视他人的自恋狂。什么决定了你坐头等舱还是经济舱？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在某一行业中取得成功？尽职尽责，努力工作，这似乎不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在法律界、商界以及你想要奋斗的任何一个领域中，要想有所建树，除了具备各种必须的专业才能外，你还应该具备一些特殊的个性素质。
朋友们，我知道咱们聊到这儿，有些人可能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毕竟一提到精神病态人格，大家脑子里浮现的都是些不太好的词儿。确实，我们可能会把这种人格特质的人叫做混蛋，但咱们得承认，这些特质在职场上，或者说在人生的竞技场上，还真是挺吃香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些所谓的混蛋，大多数都比咱们这些普通人混得好，他们总能利用自己的性格特点去争取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先放下那些成见，咱们来好好分析一下，这些混蛋到底是怎么成功的。现在，咱们来玩个游戏，想象一下，有个人，他具备了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些性格特征，你们感受一下，这是什么感觉？这个人，他超级自信，勇敢得不得了，他盯着目标不放，结果导向，有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他脑子灵活，解决问题总有新招。怎么样，是不是觉得这人挺有成功的料？是不是咱们也得学学他？但是先别急着下结论，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人的性格特质和咱们之前聊的精神病态人格有点像？让我来帮你们翻译翻译。极度自恋是不是就是说这人超级自信？冷漠无情是不是意味着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就按自己的想法来？对危险不敏感是不是就是说这人抗压能力强，做事果断，啥都不怕，喜欢操纵别人？是不是就是说这人影响力大，能让别人按他的意思来？这些特质不就是成功的关键吗？你们还觉得那些站在事业顶峰的混蛋只是运气好吗？不，他们的这种特质不仅在事业上管用，对异性也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就拿查尔斯·曼森来说，这个曼森家族的头头虽然是个连环杀手，做过许多恶行，但就有女人愿意为他卖命。在他入狱后79岁的时候，竟然还有位26岁的年轻漂亮女性单方面宣称要与他结婚。再看007中的詹姆斯·邦德的原型达斯科·波波夫，也是明显具有精神病态特质的典型，不但是位富商，还是法律博士。除了他超强的公关能力和双面间谍身份之外，他的风流事迹更是被广为传播。大卫·施密特是美国伊利诺伊布莱德利的心理学教授，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从事男性吸引力和生殖能力研究。通过对57个国家35000多人的跟踪研究，施密特发现，那些有更多短暂恋情、生育有更多孩子的男人，通常都有一些共性：越具有精神病态人格的男人，对女人就越有吸引力。另一位教授，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教授彼得·杨纳森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具有精神病态性格的男人保留了远古时期人类的某些习性。为了繁殖更多后代，古代人不得不使用极端手段，从而有能力寻求到更多伴侣，被更多女性选择。在那时，就意味着有更高的情商、智商和更强的协调利用周围环境的能力。而那些好男人，则更容易被伴侣抛弃，更容易挨饿，更容易被捕食者袭击。由于进化具有优胜劣汰原则，拥有更多后代的人自然会具有更强的生存本领。杨纳森认为，精神病态人格在实质上是一回事，代表着一种成功的进化策略。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发现。但那些自恋、冲动、爱冒险、撒谎、冷酷、操纵别人的特质，确实让某些男人更容易获得女人的芳心。如果你能适度开发你的精神病态人格宝藏，你会变得更性感，更受女人欢迎，你也会因此活得更真实、更快乐、更幸福。好了，朋友们，到这里我们已经讨论了对于职业和人际关系造成困扰的高一人性人格特质，以及很多顶尖成功人士身上具有的那些异于常人的精神病态特质。下期视频将会把注意力转向我们的主人公唐纳德·川普先生，看一看他身上精神病态人格的特征是如何在他的商业帝国和政治生涯中体现的，以及对我们有什么启发。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你的点赞、分享和留言，我们下期视频再见。